为了通关人生模拟器游戏，我自己买了一个词条外挂，却不小心穿越高武世界，从此开启无限模拟。金色词条斗战圣体，我要；金色词条单道至尊，我要；金色词条天命之子，我全都要。熟睡中，一股冰冷的刺骨感从胸口传来，我伸出手想找手机看看时间，却发现自己的席梦思变成了木板床，整个人顿时僵住，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闪过。韩小瓜，16岁，大魏国云州元昌府黑石城人。父亲韩林是城中府远镖局的二当家，有一个大哥叫韩成，外出游历，音讯全无。3日前，便宜父亲回到家中，说自己命不久矣，接着将一个包裹交给了原主，包裹里装着一些银子、2本小册子以及一颗漆黑的珠子。随后，父亲匆匆离开。原主在切菜时不小心将血滴在黑色珠子上，大量的阴冷气息进入身体，最后一命呜呼。记忆片段停在了这里，我心中一惊，赶忙起身，抹黑下床，点亮了油灯，昏黄的光芒驱散了周围的黑暗，给我带来了一丝安全感。面前是一张简易的木桌，放着一个打开的包裹，一颗漆黑如墨的珠子正躺在里面。我定睛望去，视线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淡蓝色的方框，一颗蕴含阴煞之气的珠子，普通人触碰，轻则染病，重则身亡。珠子已吸收足够阳气，威胁小，随身携带，易肾虚，招惹脏东西。我又将包裹中其他东西取了出来，一本白色小册子，千丝引，一门比较粗浅的外练功法，缺少入境根本图，当前资质难以入门。一本青色册子，一本内练基础功法，可修炼出真气，有延年益寿、强身健体的效果。当前资质苦修60年，有望大成，可增寿20年。视线继续下移，剩下是几块银锭和一叠银条。银子，大魏宝钞，大魏国通用货币。真是一个好父亲啊！匆匆赶回，就是为了给原主送功法和珠子。前身根骨低劣，并不适合练武，反倒是他大哥韩成资质优秀，早早外出闯荡。前身想要练武，韩父便给他服用各种珍贵药材，企图改善他的资质。可惜前身资质太差，10年进补，根骨也才达到下等水平，又因为修炼武学一直没有达到炼皮境界，万念俱灰，整日在家闭门读书，资质这么差，唯一的靠山又出问题了，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啊！幸好还有系统，不然真是天崩开局。随即我召唤出系统面板，姓名韩小瓜，属性点5，词条5，武学5，集齐10块碎片，是否合成词条？合成1次，消耗碎片时黄金1两，必定获得一次性基础词条人生模拟。等等，这不是我在鹅厂买的游戏吗？属性面板以及合成词条的提示信息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这是我买的一款名为人生模拟器的游戏，因为难度太高，又买了一个外挂，可以增加词条功能开挂，通过吸收阴气获得碎片，碎片可以合成词条，不过因为是鹅厂出品，所以得氪金，这东西也一起跟着过来了。见此，我在心中默念道：合成。当前余额不足，请充值。靠，鹅厂出品。果然是，我将床榻上的银子和银票收起来，银子大概是18两，银票是30两，还有一些零散的铜钱。韩父作为炼血镜准武师，月前20两银子，大魏国黄金和白银的比例是1点10分。要是后续充值金额不变，48两银子还能让我模拟4次。黑色珠子产生的阴气能让我获得碎片，现在差的就是黄金了。说干就干，我将黑色珠子藏在床里，带上银子和秘籍就出了门，按着前身记忆直奔钱庄而去。大同钱庄，这是朝廷开的钱庄，虽然会有些溢价，但胜在安全。48两白银换了4两黄金，还剩下3两8钱。回到家，我紧闭房门，心中默念：系统充值。当前余额黄金4两，想要变强就得氪金。集齐30块碎片，是否合成词条？合成1次，消耗碎片时黄金1两，必定获得一次性基础词条人生模拟，获得基础词条人生模拟。是否开始模拟？模拟开始。16岁，你父亲身死，府远镖局损失惨重，迁出了黑石城，你前往霸王拳院，以千丝武功法作为学费，成为武馆学徒。你资质太差，耗时11个月才勉强入门，达到炼皮境。20岁，你距离炼骨境只有1步之遥，却始终无法突破。于是你开始修炼真气功法，可惜进境缓慢。21岁，你受到同门邀请，加入紫阳镖局成为镖师，同时在几个小帮派挂名，收取利钱。25岁，你侥幸突破到炼骨境，但潜力已经用尽，真气功法勉强达到第1层入门水平。你加入了内城区大家族，成为了李家一个护院，并娶妻生子。26岁，楚国入侵，云州陷落大半，你跟随李家搬迁，前往元昌府城。32岁，你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，休养1年多才恢复。42岁，你的儿子决意投军，结果战死前线。你的妻子伤心过度，郁郁而终，你痛不欲生，没有再娶。45岁，云州陷落，李家举家迁往青州，你一同前往。48岁，你旧伤复发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李家给了你一些钱，遣散了你。50岁，魏国紫燕军势如破竹，收复云州，反攻楚国本土。同年，齐国参战，三国混战，云州生灵涂炭，时势久空。51岁，你深感时日无多，想回归故土，在返回云州的路上病死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：1. 获得词条，不可选； 2. 获得属性点； 3. 获得任意一部分人生经验。选项1显示无法选择，那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选择，我选择2，属性点+1。随后我将青色册子拿出来，花了点时间便将第1层熟记于心。下一刻，属性面板发生了变化，姓名韩小瓜，属性点1，词条
图。武学养生诀未入门可提升。我提升养生诀，属性点归0，我感觉小腹微微发热，一股热流涌向全身。武学养生诀第一层小成48%，特效强身1级，感觉力量增加了。不清楚现在的真气层次是否相当于外练的练皮境界，但确实感觉到了身体变强。继续模拟，合成一次消耗碎片15，黄金2两，是否继续必定获得一次性基础词条人生模拟，获得白色词条的概率增加1%，合成价格随境界提升而提升，氪金越多，获得高等级词条的概率越高。我想都没想，继续模拟开始。16岁，你父亲身死，抚远镖局损失惨重，迁出了黑石城。你的养生诀达到第1层小成，你前往汉山全院，以千丝引功法作为学费，成为武馆学徒。5个月后，你达到练皮境，在所有学徒中处于下游水平。23岁，你依靠汉山拳突破到练骨境，养生诀达到第1层圆满。你选择在天月帮、电风山庄2个势力挂名，1年15两银子，出手1次。24岁，你感觉修炼速度越来越慢，为了获得更多资源，你帮助天月帮抢地盘。一次战斗中，你被一名练骨境界的武者偷袭，身中数刀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从以下3个奖励中选择一项。上一次模拟25岁勉强突破到练骨境，这一次23岁就突破到练骨境，提前了2年。显然，除了汉山拳难度低一些外，养生诀的强身效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这样看来，属性点还是得优先加养生诀。不过这次有词条，先选词条，我选1。获得词条：刀剑双绝，刀行霸道，剑行王道，乱世当靠霸道立身。学刀，然后用刀搞钱。黑石城中说到刀法，首推汉山拳院的断月刀吕毅，口碑很好，中途不学还能退费，至少说明是个讲究人。说干就干，我立刻直奔汉山拳院。我想学刀法。一个1米9的光头汉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我，进来吧。随后将我领进了院子。院里是40-50学徒，穿着一身黑色的练功服，互相对练。后院中间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正躺在一张藤椅上，光头汉子小跑到老者身边嘀咕了阵，随后冲我招手：“快过来见过律师。”学生喊小瓜，见过吕老。说着，我将一本白色小册子双手奉上。学生身上没钱，不过愿意以这本千丝引功法抵做学费，不知可否？我行为引起了学徒们的注意，开始交头接耳。千丝引，那不是千丝手韩林的武功吗？这小子是韩林的小儿子，那个吃了上千两银子的药狂子，能够修炼到炼血境界的武功，放到黑市也能卖个180两银子，这么败家的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韩林和抚远镖局都完了。吕毅接过白色小册子，随手翻看了起来，还算有些门道，可惜没有最关键的入境观想图，不然起码价格可以翻100倍，现在最多值个70-80两银子。不过我可不会花钱买，抵学费可以。多谢吕师，我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千丝引我已经给了吕毅。他看出了我的打算，老夫也不占你便宜，你先学半年刀法试试，如果不能突破练皮境，就趁早改练汉山拳，这样总不至于耽误了。另外再包你半年午饭，有肉管饱。随后吕毅像是想起来什么事，看着我郑重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人。韩小子，你虽是劣等根骨，却未必不能在武道上有所作为，切莫失了向上之心。这样，若你能在4个月内学会第1层刀法，我就送你一把我早年用过的备用佩刀，如何？”多谢吕师，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这吕毅果真是个讲究人。吕毅指着身边的光头汉子：“他叫赵远图，是你大师兄，你先去跟他领一套练功服吧。”换了练功服，赵远图将你带进了院子。院子左边立着3吨木桩，上面布满了刀痕，右边站着2男2女。汉师弟，那边4位也是律师的弟子。这4人分别是张天文、李飞、苏玉、许林，都是城内的大家族出身。吕毅走了进来，将一柄金刚长刀丢给了你。这是我早年的佩刀，刀名银霜，百炼金刚所铸，暂时借给你练习用。如果你真的能在4个月内刀法入门，这把刀就送你了。多谢吕师。随后，吕毅为你们几人讲解刀法。看好了，吕毅一手握住刀柄，缓缓抽刀，整个人气势瞬间大变。横江式。吕毅右脚踏地，身体腾空而起，在空中一转，手中长刀宛如游龙。待他落定，地面上只留下4片被从中间1分为2的树叶，切割整齐，准度惊人。对了，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你来。你接过长刀，深吸一口气，如吕毅刚才一般，动作分毫不差，众人皆是一惊。直到你收刀归鞘，吕毅才回过神来。你真是第1次拿刀。你点点头，刀剑双绝这个词条果然给力，明明是第1次握刀，真感觉刀就跟长在手上一样。吕毅又惊又喜，断月刀法对悟性要求很高，这10几年来还没有学徒能突破到第3层，这是吕毅一直以来的遗憾。你的出现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。劣等根骨，但悟性上佳，刀法天才。此后你被吕毅重点照顾，每日可得1碗药膳气血汤，这让你气力明显增长。但你知道这个状态持续不了多久，根骨的劣势让你突破艰难。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搞钱模拟。你向赵远图打听赚钱方法，他给了你2个安全的选择：1. 教穷苦家庭孩子识字，每月2两银子；2. 让师傅介绍入赘大户人家。你选择去教孩子识字，后面的日子你每天潜心修炼，上午锻炼体能，中午抽2个小时教孩子识字赚钱，然后下午练刀，晚上练养生诀。气血汤的药力被你开发到了极致。3个月后，汉山拳院，你双手握刀，一刀挥出，面前的木桩被一刀斩断，终于突破了。
赵远图听到动静，对你竖起了大拇指。汉师弟突破了，好大的力气！这木桩连僻境圆满都不一定能劈开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天生力量比较大。赵远图眼神一亮，天生胜利，我去找师傅来。韩师弟，恭喜恭喜！外面练拳的学徒也有一部分围了上来，出言祝贺。不一会儿，吕毅走了过来，还不错，再劈一刀我看看。你双手握刀，一刀挥出。现在吕毅在场，你没有用上养生真气，只是在木桩上面砍出一道深一些的刀痕。不是天生神力的特殊体质。吕毅点了点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。可惜你低了下头，露出遗憾的表情。吕毅宽慰道：“虽然不是天生神力，但你气血很旺盛，不要懈怠，继续努力。”随后指着你手中的长刀说道：“按照约定，这把银双刀就送给你了。”多谢吕师。吕毅走后，周围的学徒都跑过来道贺，其中就有许氏商行的千金许玲。韩师弟恭喜了，不知道韩师弟有没有兴趣去我许家挂个名，每月1两利钱，偶尔抽空去看看就行。只是挂个名而已，一年就有12两银子进账，你不太相信这好事？许玲笑盈盈道：“当然，我也不是没有额外条件的。如果韩师弟你继续突破，不管是要挂名还是正式签订契约，都必须优先考虑许家才行。当然，利钱不会少了你的。”闻言，你思索了片刻，多谢许师姐好意。如果条件完全按照你说的那样，我答应。待你走后，苏韵将许玲拉到旁边，小声嘀咕：“许玲，你钱多的用不完吗？这么好的条件，都可以请个练蛊境挂名了。你不会是看上韩师弟，想让他入赘你们许家？”许玲嗔怪地瞪了苏韵一眼：“别乱说，让韩师弟听到不好。韩师弟悟性很高，就是根骨差了点，他缺的只是钱而已。”苏韵摇了摇头，不知道该说你心眼好，还是说你天真呢？许玲笑了笑：“世人都喜欢锦上添花，我就来做这个雪中送炭的人。”你刚走到武馆门口，学徒追上邀请你去小帮派挂名，最终你选择了口碑较好、出价较高的练风山庄挂名，每个月3000银子，一年出手1次。通过对比，你知道许玲开出的条件极好，暗暗记下这份人情。半年过去，你终于攒够了1两黄金。系统开始模拟，系统开始模拟。模拟开始，16岁，你加入汉山拳院修炼断月刀法，用13个月突破到练脾境。22岁，你依靠断月刀法突破到练骨境，养生诀修炼到第1层圆满。你受到城中帮派和家族的拉拢，你在许氏米行、天月帮、练风山庄的挂名，一年35两利银。年底，许玲在家业争夺中失败，失去了许氏米行的掌控权，你的挂名收入锐减2/3。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你选择成为官府的捉刀人。23岁，你在半年内接连抓到了3名逃犯，赚到了几十两银子，在附近一带小有声名。24岁，你靠着当捉刀人的收入，达到了练骨境圆满。3个月后，你突破炼血境界失败，气血受损。25岁，你的养生诀突破第2层，你受损气血重新恢复到巅峰状态。为了提高突破成功率，你决定攒钱购买珍贵药材。1个月后，你追击2名逃犯，对方将你引入陷阱。3名练骨境圆满的武者将你困住，你久攻不下，被3人硬生生耗死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选择2，属性点加2。没有词条，黄金消耗增加了，但属性点也增加了。你直接把2点属性点都加到养生诀上，养生诀突破第2层，这是模拟中25岁才有的实力。现在的自己应该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捉刀人赚钱了。1个月后，黑风山北面的森林之中，一个身形消瘦、长手长脚的青年在森林之中不断穿行。采花峰季伯晓，残害少女13起。为了庆祝我成为捉刀人，就拿你记刀了。季伯晓，兄弟放我一马，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你，怎么样？你的腿功还真是了得，受了伤还跑得这么快。季伯晓额头冒汗，面露惧色，双腿不停地颤抖着。这样我把我的飞燕功送你，怎么样？这门功法能练到练骨层次很强的，你卖了至少也值几十两，比我的头值钱多了。他的手颤抖着朝怀中摸索。糊涂啊，杀了你，这全是我的。你上前将他身上财物拿走，得到3本小册子和7两碎银。飞燕功能够修炼到练血境的腿功，采银诀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的功法，回家再看。缩骨功练成之后可以短时间改变身形，达到易容的效果。让季伯晓入土为安后，你提着他的头去领省钱，同时在捉刀人据点把飞燕功和采银诀卖了80两银子，加上10两赏钱，你当场换了8两银。回到家中默念一声系统开始模拟，消耗提示碎片20，黄金3两，开始模拟。17岁，你养生诀突破第2层，实际战力堪比练骨层次。3个月后，你帮练风山庄出手1次，结果惹上了9连山上的飞龙寨土匪，深入调查下去，你发现事情很不简单，决定抽身事外。20岁，你的断月刀法练到第2层，境界突破到练骨层次，你受到城中帮派和家族的拉拢，你在几个中小势力挂名，一年40两利银，背地里继续干着捉刀人的活。因为缩骨功的缘故，你完美隐匿身份，在2年左右的时间里，捉刀人厉飞宇在黑石城一带声名鹊起。不过附近的通缉犯越来越少，你的收入开始降低。22岁，你将断月刀法第2式修炼圆满，达到练骨层次巅峰。同年，许灵许以重利，请你在突破到练血层次后，替他在争夺家业时撑腰，你答应了他。23岁，你在家中突破练血层次，就在你即将成功时，突然遭遇练血层次的准武师袭击，突破失败，气血大损。你凭借断月刀法第2层圆满以及第2层的养生诀，在对方手下苦苦支撑，结果另外一名练血层次的高手出现，将你杀死。
果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许家的水这么深吗？许家有3名炼血境的供奉，这样看来，其中2人是支持许家二公子许靖的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没有词条的话，那这就不用想了。选择2，属性点加2。你将视线放到了武学一栏上，模拟消耗主要是跟外功境界相关，先提升养生诀，拉高战力，力量又提升了不少，真气增加了1半。继续模拟。模拟开始，19岁，你的断月刀法练到第2层，突破到炼骨层次，羽翼开始对你进行重点培养。21岁，你的断月刀法第20圆满，达到炼骨层次巅峰。半年后，养生诀突破到第3层，你的综合实力堪比炼血境1次气血突破的武者。羽翼开始为你搜罗了一些珍贵药材，同时将断月刀法的根本图开放给你看，让你提前熟悉断月劲。22岁，你顺利突破炼血境，达到1次气血突破，在武馆比斗中一鸣惊人，城中大势力为了争夺你，纷纷开出丰厚的条件。许灵在你的帮助下顺利继承家业，每年给你提供大量的资源。黑石城县令亲自设宴招待你，想拉拢你进城卫军，并保证推荐你加入天州5院。因你刀法精妙，众人便给你安上了天刀的名头。23岁，你在城中各大势力的吹捧和酒色招待，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。吕毅劝你收心，要将女儿吕应轩许配给你。吕应轩已是炼境武师，不同意这桩婚事，但答应你若能在3年内成为炼境武师，便与你成亲。你推掉所有应酬，一心苦修。26岁，你苦修3年，竟真的一口气入境，成为炼境武师。吕应轩履行承诺，与你成亲，并答应你婚后举家迁往天州。大婚之日，府城5院来人祝贺。当晚，一名黑衣人闯入，逼问你元破珠的下落。你与吕应轩联手，却依旧不敌，双双殒命。元破珠是那颗黑色珠子，那玩意是合成词条的能量来源，如果没有，再多钱也无法模拟。现在距离你26岁还有9年时间，你心下一沉，要加紧努力了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选项1显示可选，你直接选中。获得词条，基础大师，基础大师，白色词条，基础武学修炼速度加倍，突破上限概率大增。你面露喜色，这个白色词条非常有用，因为养生诀正是基础功法。第2天上午，你刚进武馆，就看到一大群人围在前院，你拉住一个学徒，什么情况？大师兄突破到炼血境，成为准武师了。汉师弟今天中午不用在厨房吃了，我们去庆祝。大师兄，恭喜了！侥幸而已。大师兄，这顿饭我请了，我们去永和坊的盛云楼，我刚才提前派人去预定厢房了。这怎么能行？放心吧，大师兄，很快就会有人抢着来宴请你，你不会不给师弟这个面子吧？赵远图挠了挠头，还是感觉不太好，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你。大师兄、张师兄如此盛情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听见你这么说，赵远图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。一行人进了盛云楼，小二便麻溜地上了一桌子菜，烤羊排、香酥鸭、红烧狮子头、酱虾仁。你发现这桌菜都是少见的药膳，立刻埋头苦吃。赵远图食指大动，只可惜被张天文缠住，只能羡慕地看着你。不一会儿，楼上下来一个衣着华丽的公子哥，正是许灵的2哥许靖。见赵远图快吃完了，邀请他去醉月楼再喝一轮。赵远图拒绝。许靖身旁的跟班方红运见状，将矛头对准焖头干饭的你。吃饭这么大声音，家里人没教过你吗？你动作一顿，抬头望着他，你在说我？哟呵，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药罐子，难怪了，你家里好像。方红宇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就开个玩笑，别介意。韩兄弟不会开不起玩笑吧？你拦住准备动手的赵远图，不会，大师兄算鸟都不容易。对方见状觉得无趣，嗤笑便离开了。当天夜里，你化身黑衣人，将独自回家的方红运拦住，一拳帮他清除了2排智齿。方红运的眼神顿时清澈了许多。你压着嗓子，嘿，就你喜欢抢女人，跟我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方红运已经被打懵了，以后别让我在醉月楼看见你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啪啪啪，你几个大笔都下去。方红运直接晕了过去。你拿走他的钱袋，直接回家，当作无事发生。半年后，你修为突破炼骨境，这天你照常回家，看到有人在家门口等着，一问之下才知道炼风山庄遇到点小麻烦，需要你明天出面一趟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你找许灵借了10两银子。这半年里，赵远图成了许家供奉，许灵以为是你帮了他，许氏米行那里给你的利银提升到了2两银子。换好黄金，你再次开启了模拟。18岁，你突破炼骨境界，受到炼风山庄的委托，与飞龙寨接触。回到炼风山庄，你委托副庄主朱康胜替你锻造一把好刀，对方表示将倾尽一切为你锻刀，希望你能杀死飞龙寨的大当家飞龙刀齐星。你不想跟炼血境武者为敌，没有答应。1周后，你参加了拍卖会。22岁，你的养生诀突破到第3层，你去炼风山庄购买更好的配刀。朱康胜再次提出请求，你答应了。在花了2个月的时间踩点之后，你趁着齐星外出的时候，在半路偷袭他，成功将他杀死，把人头带给了朱康胜。3个月后，朱康胜通知你去取刀，等你赶到时，他竟跳进炉火中以身殉刀。你大惊失色，一把血色长刀铸成，你轻轻一挥，只觉刀气逼人。1个月后，你出城前往陈家堡参加拍卖会，半路遭遇炼血境高手袭击，你3刀将其逼退。你感觉到危险，决定返回黑石城。途中3名炼血境武者对你发动突袭，你反杀1人，重创2人，最终力竭而死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飞龙寨里面的水这么深吗？你看着模拟中的信息，陷入了沉思。能够出动3名炼血境武者，必定是内城大势力。你决定暂时不掺和进去，反正这次去炼风山庄并没有危险，其他的等到21岁
岁再说。这次没有词条，你获得了2点属性镁，直接加在养生诀上，一阵刺痛感袭遍全身。第2天，你赶到炼风山庄，庄主朱康胜站在山庄门口接待你，不知道朱庄主遇到了什么麻烦，需要我做什么？这次请韩兄弟来，是想让你陪我上一趟九连山去交利银。原来炼风山庄为了保平安，每年都要给飞龙寨送利银。炼风山庄位于城外，他们也试过报关，可等衙门到了，飞龙寨早抢完了。近年来，飞龙寨又得到城内张家支持，他们就更不敢反抗了。这次是飞龙寨要加收更多利银，所以想请你同去帮着斡旋一下。你是吕毅的弟子，他们应该会给个面子。很快，2人来到了九连山的山脚下。3个肩扛大刀的汉子早已等待多时。朱庄主，你可真够磨叽的，让我们兄弟几个好等。3人注意到你的衣着后，嗤笑一声：“你不会以为带个汉山全院的娃娃就能给你撑腰了吧？”没想到一眼就被对方看穿了心思。朱康胜一时不知说些什么，为首汉子也不等他搭话，抄起大刀向你袭来。你看得出来这是想让你累，如此你也不打算留手了。是，长刀出鞘，亮银色的刀光闪过，那汉子的头颅咕噜一下滚落在地。臭小子，你怎么敢的？另外2人猛地一惊，拖着大刀奔向你。刚一交手，对方立刻瞪大了眼睛。你是练血境？随后撒腿便跑，可惜还是跑得太慢，一个闪身，你便将2人斩杀。跪在地上的朱康胜瞪大了眼睛，随后状若疯魔的大笑起来。死得好，死得好啊！你熟练的摸尸，心想杀了土匪就惹上了飞龙寨，看来得想办法把飞龙寨灭了，张家也不能放过，不然太危险了。朱康胜回过神来，突然跪倒在地。韩兄弟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求你了，我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，我替你断刀，用我毕生所学给你锻造一把好刀。你心中一动，我要付出什么？帮我杀了飞龙寨大当家齐兴，他15年前杀了我全家。3年内我帮你杀了齐兴。我相信你，刀劈我先替你锻造好，等你将齐兴的人头送到我的面前，我会将我毕生的心血倾注其中，为你重铸一把宝刀。6天后，你戴着狐狸面具来到了九连镇的陈家堡。你计划在陈家堡拍卖行将3个土匪身上的东西处理一下。这3人身上有一本狂风刀法，陈家堡的主管鉴定后定下80两起拍价。你对此并无异议，拿了号牌，在角落里坐下，等待拍卖会开始。没过多久，拍卖开始，很快轮到你的拍品，一本能修炼到炼血境的刀法。场中顿时热闹起来。最终被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以200两价格拿下。你在拍卖会上花费100两买下了一本名为《运剑术》的秘籍。这本秘籍只有一招，出剑之前需用精气神来养剑，养剑的时间越长，拔剑的威力也就越强。拍卖会结束后，你来到柜台取走100两银子，因为原破珠还得积攒一段时间阴气才够模拟，所以你并未兑换成黄金。回到黑石城，你直接前往许氏米行，将借许灵的银子还了回去。正巧碰见张天文带着礼物过来，许灵掏出10两银子想让你做挡箭牌，你摇了摇头，得加钱。最终，你拿着15两银子，在张天文充满恨意的目光中牵着许灵离开。回到家，你开始学习运剑术。你发现这招剑招需要一把好剑时时温养。你决定去炼风山庄。朱康胜微微皱眉：“你要定做一把剑，你确定？”你明白朱康胜担心什么？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只会提前完成。练剑法也是为了增加底牌。朱康胜见此，心头一松。韩兄弟，这样吧，我先替你打造一刀一剑，等你完成我们的交易，我就替你重铸刀剑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最终重铸时所剩的乌金就不足以替你锻造2把高品质的兵器。乌金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锻造材料，目前市价2两黄金1两，而你的2把武器至少需要30斤。我会想办法收集乌金的。你离开炼风山庄前往武馆，告知吕毅你突破了炼蛊境。吕毅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一脸不可置信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你走上前，小声解释：“今早起来练习刀法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的突破，还请吕师替我保密。”吕毅闻言，猛地一拳击出，与你对练起来。交手过后，他兴奋大笑：“哈哈，好好好！”吕毅将你带到卧室，以你的悟性可以提前接触断月刀法的根本图。随后，他先是将断月刀法第2招浪蝶式传授给你，再取出一张画着漆黑山峰的画卷，让你凝神观看。你看着画卷上的漆黑山峰，隐约间仿佛听到了水流的声音。待回过神来，已是下午，你这才惊觉自己竟然看了2个时辰。吕毅对你的表现十分满意，他告诉你突破炼血境后不要急着突破入境，可以多修炼几门功法，凝练硬血，硬血越强，入境后就越强。以后白天你自由行动，保证训练强度就行。必要的时候，你晚上来武馆，我单独教你。你恭敬一礼，多谢吕师。6个月后，吕毅将你突破的消息放出，城中大家族都找上了你。你依照约定继续挂在许家名下，同时为了更好的打探张家虚实，你也答应了张天文，挂在张家名下。苏运见了，不禁心生感叹：谁能想到你这么快就突破了？现在最有眼光的，竟然是之前被他认为天真的许灵。他本欲招揽你，但见你不卑不亢的样子，心中不悦，也就息了念头。你从许灵那里得知赵远图受了轻伤，便前往内城区探望。你来到赵远图的宅子，跟他聊起商队遇袭的经过。邪道炼血境武者吸食人血，对方擅长掌法，战斗中很多练蛊境的武者都莫名其妙的中毒。我和另外一位供奉也中了招，这次要不是用了逼毒的药物，我们也无法取胜。虽然将他重创，但还是给他跑了。不过我们已经通知了县衙，悬赏500两通缉。听到这，你心中微动，和赵远图又聊了几句，你便告辞离开。你赶到黑风山捉刀人据点，从那里获取了邪道炼血高手的详细情报。
一个重伤的炼血境高手，你手段奇出的话，胜算不小。你动心了，那可是行走的500两。你准备先模拟看看结果？太冒险的话就算了。回到家，你立刻开启了模拟。18岁，你从赵远图那里得知，一名邪道炼血境高手被他和许家供奉重创，逃到了黑石城附近。你遍寻无果。19岁，你的养生诀修炼到第2层圆满，进入瓶颈。21岁，你的养生诀突破到第3层，断月刀法达到炼骨境圆满。你决定履行承诺，帮助康胜杀死齐星。经过蹲点，你在齐星外出时半路突袭，将他重创。就在你准备杀死齐星时，一名炼血境3次气血的高手突然加入，对方擅长掌法。交战之中，你毫无征兆的中毒，身体开始发麻无力。你一刀斩杀齐星后瘫软在地。3次气血高手表示要将你的全身血液吸干，你趁他放松防备靠近你之际，使用拔剑术将他重创。对方开口求饶，要为你解毒，同时将他的功法血灵册送给你，告知你这门功法可以让你在3年内入境。你并未听信，将对方斩杀，从对方身上找到血灵册，却没有找到解药。你当即运转养生诀解毒。你解毒进行到一半，飞龙寨大批人马杀到，你的体力和真气都已耗尽，被众人围攻而死。模拟结束，你可以选择以下的其中一项。选择2，属性点加3。外功突破之后获得的属性点也增加了。你将注意力放到了武学一栏上，提升养生诀。你的脑海中多了一段新的运功路线。你知道这是基础大师突破了养生诀的功法上限。现在的你单臂力量已经超过了500斤，寻常炼血境武者也没有你这帮力气。随后你想到模拟中那个邪道炼血武者跟飞龙寨搞到了一起，你决定先下手为强。邪道高手现在身负重伤，需要恢复伤势。既然他跟飞龙寨搞到了一起，现在大概率就在飞龙寨。模拟中你也将养生诀练到第3层，但还是被对方无声无息的毒倒。为保万无一失，你决定去找一些强力的避毒药物。你立即出门去找许灵。许宅内，许灵得知你的来意，你想要购买一些对炼血境武者有效的避毒药物？是的。韩师弟，你不会是想购买避毒药物，然后去对付那名邪道炼血武者吧？你可千万不要冲动了。许师姐，你放心吧，我是帮别人求购，只不过那人是谁，我不方便透露。许灵闻言松了一口气，他让你稍等片刻，自己从苏氏商行高价寻购避毒药物。苏韵看着急急忙忙跑来的许灵，得知他的来意后，欲言又止。我觉得韩师弟并非良配，你莫要陷进去。许灵嗔怪一声，你再乱说，我要生气了。说完，拿了装药的小瓷瓶就离开。回到家，许灵将小瓷瓶交给你，这是清风散，专门用来抵御身体麻痹一类毒药，闻一闻就能解毒。你抱拳一礼，200两银子我会尽快还上，这次麻烦许师姐了。韩师弟，一切小心。许灵什么也没说，目送着你离开。九连山，你趁着夜色潜入山寨，你抓住了一个正在值夜的土匪，一手捏住对方的脉门，说：“最近飞龙寨是不是来了一个高手，还受了重伤？”土匪满脸惊恐之色，那人在后院的西厢房。随手处理了土匪，你便朝着西厢房赶去。你在房顶悄无声息的穿行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周围的土匪。邪道高手正在房内打坐疗伤，你确认了目标，深深吸了一口清风散，一只手缓缓握住剑柄，拔剑术，噌，清越的剑鸣声响起，邪道高手猛地睁开了眼，可惜已经迟了。一道乌芒闪过，咕噜，人手分离，他还没说话便栽倒在地。你正欲搜尸，鼻尖传来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让你感觉头脑发昏，身体发麻，血里有毒。你连忙将清风散吸进鼻腔，顿时一股清凉之气出现，意识迅速恢复清明，身体也不再发麻。你快速摸尸，搜出3本秘籍和1沓银票，接着又在房间里搜寻一番。在靠墙的角落，你发现一个半米高的铁笼子，里面关着一只7色羽毛的鸟，颜色十分醒目。你愣了一下，这什么鸟？系统提示出现：65%的概率为不知名鸟妖，34%的概率为红腹锦鸡，1%的概率为凤凰稀薄血脉后裔，培养1万年有望血脉返祖，化为灵兽。你有些无语，凤凰什么鸟都算凤凰后裔是吧？培养1万年，那我坟头草估计都10丈了。不过你倒是没有嫌弃，提着笼子就出了主屋，很快融入黑夜之中，直奔山下而去。回到家，将3本秘籍取出查看起来。第1本鸾凤和鸣功，双修功法，能够加速伤势恢复，辅助突破瓶颈。你看了下内容，这门功法需要男女同修，最后达到双修并进的效果，稳中求进，不像邪道功法，先留着。随后看向了第2本秘籍百毒掌，收集各种毒物的毒液、毒血，然后在修炼的过程中将这些毒液和毒血汇聚于双掌之中。这是一门完整的入境武学，起码价值7、8千两。等我突破到炼血境，就将这秘籍出手。你看向最后1本秘籍血灵册，这是一本秘术，能够吸收妖兽血脉之力，提升气血，同时还有淬炼肉身的效果，甚至还有机会觉醒妖兽的天赋神通。你心中定下计划，等突破炼血境后，就尝试猎杀妖兽，修炼血灵册。这次收获远超预期，你将所有东西收好，提起包裹，直奔捉刀人据点。这是柜台后的老者眼睛一亮，是那名邪道炼血高手。正是。老者连忙上前，李兄弟果然厉害，竟然真的斩杀了这名邪道高手。这是500两赏银，你收好。接过银票，你心中一喜，500两银子加上从那名邪道武者身上搜的300两银票，以及一些零散的银子，一共有800多两。你当即换了30两黄金，飞奔回家，趁着现在碎片足够，先模拟一把。开始模拟。18岁，你用厉飞羽的身份击杀炼血武者，声名远播。你将欠许灵的银子还给了他。8个月后，
许家、苏家、张家的联合商队将要押送货物前往御风城，3家各派出2名练血境武者带队。许灵想通过你联系上丽飞羽，一同参与押送任务。你思虑一番，拒绝参与押送任务。半个月后，噩耗传来，3家商队死伤惨重，只剩许家的练血境武者带着许灵返回黑石城，2人皆是身负重伤。你前去探望，发现许灵和许家练血武者身上积聚着阴煞之气。等到许灵苏醒，你询问之下才知道，商队夜宿野外的一个小村庄时遭遇了怪物的袭击。你还没来得及询问更多细节，许灵便一命呜呼。涉及阴煞之气的来源，你决定亲自前往探查。半个月后，你找到了许灵描述中的小村子，村子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。你决定进入村子查看，